奔驰的 AMG 系列一直是很多兄弟们的梦想之车。从去年的4季度开始，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价格一直都在持续的下跌。那之前很多活在梦里的车，如今二手车价格已经是触手可及了。我知道现在正在看视频的你，完全有实力去 4S 店提一辆崭新的 AMG。那不是新车咱买不起，而是二手的 AMG 实在太有性价比。那今天学长会把目前二手车市场里面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几款 AMG 车型做一下深入的解读分析。那这年头做汽车长视频知识分享非常的不容易，还请兄弟们来给我一个免费的一键3连支持一波。那我们按照发动机的排量从小到大的顺序来介绍一下。首先是横置发动机平台的 AMG 车型，像是奔驰 AMG 的 A45、GLA45、CLA45这几款，还有目前比较新的35尾标的，都是这个平台的车型。这些车型里面，学长拿卖的最多的 A 级来举一个例子。CLA 大家可以理解成是 A 级的3厢版 ，GLA 和 GLB 是 A 级的 SUV 版，简单这样理解一下就可以了。本质上这几款车型没有区别。我们先来看一下最入门的 A35。A35 这款车是第一台国产的 AMG 车型，很多网友嘲笑 A35 是一台被开除了 AMG 级的 AMG。网友们这么说的理由是因为 A35 的发动机用的是和 A220 同款的 M260，是一台流水线生产的发动机，和传统 AMG 那种一人一机的制造方式，在工艺要求还有装配标准跟正宗的 AMG 是完全比不了的。那所以你打开 A35 系列 AMG 的机舱，你就看不见 AMG 的苹果树标和工程师的签名。实际上 A35 的 M260 发动机和 A220 上面用的 M260 发动机不太一样。A35 的发动机涡轮的尺寸要更大一些，中冷器用的是水中冷，机油散热器的尺寸也更大。你可以把 A35 的发动机理解成 A220 的官方2阶改装版。A35 虽然在北京奔驰国产，但是发动机是原装进口的。不过大家也不要太盲目的迷信进口货。A35 的发动机有质量问题，后面学长会详细的去跟大家聊一聊。我先说一下 A35 这款车的优点。A35 的绝对动力一点都不差，体感上要比原厂的奥迪 S3 动力还要好。而且 A35 这台车的车身动态很灵活，高速过弯没有老款 A45 那么推头。学长个人感觉 A35 的变速箱逻辑还有4驱的体验要比老款的 A45 还要更好一些，涡轮迟滞也没有老款的 A45 那么明显。那单从驾驶感受上来说， A35 是一台相当优秀的车，主观体验上要比老款的 A45 更好。但是 A35 这台车实际上故障率是挺高的。首先就是发动机，这款 M260 发动机缸盖是有设计缺陷的，会导致发动机抖动失火，这个可绝对不是一个个例。奔驰今年全球都有召回过，目前国内奔驰给的补救方案就是15年或者说是24万公里的发动机延保。除了发动机缸盖设计缺陷这个非常严重的故障以外呢，A35 的鸡爪垫还有底盘的各种缓冲胶老化的速度非常快。A35 这台车2020年才上市，就已经爆发了这么多的质量问题了。所以 A35 的二手车尽量还是能不要碰就不要碰了。有这钱不如直接买上一代的 A45 会更好一些。如果说你真的非常喜欢 A35 这台车，觉得3厢还加长要比 A45 的2厢版要更加实用一些，那学长建议直接买新车就好了。至少新车有官方的质保，2023年的下半年生产的 A35 缸盖问题已经经过改进了，目前来看效果还可以。那说完了 A35， 下来再聊一聊 A45。A45 目前国内有2代车型。新款的 A45 目前看，除了价格不友好以外，其他方面都是挺香的。秉承性价比的原则，今天咱们主要聊一聊老款的 A45。老款 A45 外观内饰放到现在来看，依旧很能打。外观方面，学长个人感觉老款的 A45 要更帅一些。不过内饰肯定是新款吊打老款的啦。新款奔驰的内饰从来都不会让人失望。老款 A45 在 AMG 车型里面质量算是非常不错的了。除了发动机、机油散热器，个别车型有一些渗油以外呢，3大件基本上没有什么通病。大家只要定期检查发动机周边的水路，还有水箱有没有漏防冻液就可以了。如果你对 A45 感兴趣的话，学长建议买2016款以后期版的车型。前期版 A45 发动机涡轮轴承是有质量问题的，2016款以后的车型就经过了改进，而且马力也从老款的360匹升级到了381匹，变速箱的齿比还有换挡逻辑都做了升级改进。
老款 A45的驾驶感受就是典型的钢炮，绷直线可以，但是高速过弯的感觉比较推头，这种感觉就和老款的奥迪 S3还有高尔夫 R 是一样的。但是因为轴距短，原厂避震的支撑性非常好 ，A45在市区里面穿插并线开，感觉特别的灵活好开。既然聊到了老款 A45，那必须要提一下它的 M133发动机。这可是当年地表最强的 2.0T， 当然了，是在原厂状态这个条件下啊。关于奔驰 M133发动机的优点，大家应该都知道，原厂381匹马力，质量很稳定，基本上不会坏。关于这款发动机，网上绝大部分都是夸的，但是学长今天要给你泼一盆冷水。M133这款发动机其实并不完美，有很多先天的设计缺陷。首先，学长要纠正一下车圈里面非常流行的一句谣言，很多人都说 M133发动机腹内原厂就是锻造件，所以的话原厂才能做到381匹马力。实际上这句话是错误的。M133发动机原厂的活塞还有连杆都是普通铸造的，就和一般的买菜车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在结构和规格上面有一些加强，但远达不到锻造件的标准。M133这款发动机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出力特性和改装潜力。奔驰当年在设计 M133发动机的时候，压缩比只有8.6:1。对于增压发动机，低压缩比可以更容易做到大马力，但是发动机整体的热效率会很差。对于我们日常用车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油耗很高。可能有一些人就要说了，都买钢炮了，谁会在乎那一点油耗？那虽然很多买 A45的车主不是那么在意油耗，但是油耗是衡量一台发动机很重要的指标。学长特意查了一下老款 A45的油耗。车主实测反馈是12.91升油每100公里，可能你觉得不到13个油，其实也还好。但是对比一下宝马 M235的油耗是11.41升每100公里，奥迪 S4的油耗是11.67升每100公里。A45的油耗比动力相近的 3.0T 6缸机100公里油耗还要高1升多，那可见 M133这款发动机的效率有多低了。奔驰对于动力的理解是，只要我发动机的压缩比足够低，配合上高增压的进气，然后多喷燃油，这样就可以提升动力了。这是一种在不改变排量的前提下最简单粗暴压榨动力的办法。所以 M133原厂就用了一个堪比改装车的大尺寸涡轮，甚至比很多 3.0T 6缸机的涡轮还要大。M133发动机原厂的增压值就已经高到了2个巴，要知道我们一般的家用车增压值也就0.6到0.8个巴而已。A45的原厂增压值已经跟很多3阶爆改的改装车一样了。那这些加起来，让 A45的涡轮迟滞非常严重，发动机的出力特性很像老的日系改装车。因为 M133发动机缸盖排气门的直径太小，发动机整体排气效率很低，所以 M133发动机原厂级巅峰基本上没有什么改装潜力了，比较适合不爱折腾的钢炮党。新款 A45换装了全新的 M139发动机，和上一代 M133相比完全不一样，设计上几乎是全部推倒重来。新款 M139发动机改装潜力要比老的 M133大很多，当然了，价格也不是一般玩家能接受得了的。不管新款有多香，只要看一眼钱包，我依然相信99.9%的兄弟都会选择上一代的二手 A45。虽然说了 A45这么多的不好，但是总体来看 A45依旧是一台瑕不掩瑜的好车，尤其是二手的初代 A45，学长非常推荐。那最后说一下二手 A45的行情和推荐年款，学长比较推荐的是2016到2018款中期改款后的车型。现在一台16年的 A45 行情大概在16万到20万之间，这个主要看车况，兄弟们可以大概做一下参考。顺便补充一下，这种大马力的钢炮保养都比较贵，那对于机油的品质要求也很高，而且机油的衰减速度很快，保养价格基本上是普通家用车的2倍。而且这些4驱的钢炮，包括那些用多片离合器的4驱车，分动箱都是易损件，大部分车型8到12万公里分动箱就到售了， A45 也不例外。兄弟们在买之前一定要做一个心理准备。第二个要聊的车型是 AMG 43尾标的车型，这些车里面大部分用的都是 M276 这款 3.0T 双涡轮增压 V6 发动机。学长之前二手奔驰视频里面专门聊过 M276 这款发动机， AMG 用的 M276 和普通奔驰的 M276 硬件规格完全一样，区别就是发动机的电脑标定。奔驰 M276 发动机总体来看质量是比较稳定的，通病就是奔驰祖传的控制凸轮轴正时链轮容易坏。
这个链轮必须要换原厂的，原厂链轮大概800块钱一个，其他就是正常的发动机老化引起的周边渗油、漏水，这些其实都不能算是通病。车子公里数大了以后，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渗油跟漏水。大家如果发现有渗漏，一定要及时维修。车子就跟人一样，有小病一定要及时就医，养成大病就不好办了。像是 C43、E43、GLC43 还有 GLE43 这些比较常见的车，用的都是这款 M276发动机。现在这些车的二手车价格其实并不贵，我们都拿17年的车来举一个例子。C43大概是30万左右，旅行版和轿跑版会比普通的4门版要稍微贵一些。E43价格大概在40万元左右。这些43尾标的 AMG 车型，车龄普遍都不长，大部分车的车况都还不错。更神奇的是 ，SUV 版的43车型，虽然新车的时候它要比轿车贵，但是二手车的价格跟轿车差不多，甚至还要更便宜一些。就比如二手的 GLC43 和 GLE43，价格可能要比同年份的 C43和 E43还要再便宜。这么对比下来，再结合上实用性，学长感觉 GLC43和 GLE43二手的性价比是真的高，而且底盘高，通过性也要更好，开出去档次也要比同级别的轿车要高。如果你不介意 SUV， 那么可以首选 GLC43和 GLE43。顺便说一下 ，GLA45也比同年份的 A45便宜很多。总之，二手 AMG 的 SUV 简直太有性价比了。反正这几台 AMG 也不是主打操控的车，那不如格局打开一些，多考虑一下 SUV， 难道不香吗？今天给大家盘点了一下 AMG 的4缸还有6缸车型 ，V8 的 AMG，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点一个关注，在弹幕里面扣个1，想看的人多了，学长就再多安排一期。V8 的 AMG 车型主要有3款发动机。按照年代从旧到新，分别是 M156 6.2升大 V8、M157 5.5TT V8、M177 4.0TT V8。其中奔驰6.2这个发动机，我在平民 V8 那期视频里面有聊过，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去考古一下。看到这儿的兄弟们，请给我一个免费的一键3连支持一波，你们的支持是 UP 持续创作的动力，千万不要再下死一定了，求求了。这里是超音速，一档隔壁王奶奶都能看懂的汽车节目，我是吉姆学长，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